快高考了，大胖媳妇被召回铁岭当吉祥物，已经被预定满了。我们一家人要回铁岭了，这回回去因为啥呢？我家男艺人接了几个商务，我跟你说，人家现在这活接的老杂了，艺人演出服都在我兜里，这是艺人演出服。为啥呢？去年12月份，俺家有个亲戚家孩子考研，考研当天呢，家长都准备的紫裤衩，就东北的这个彩头，指定能行嘛。然后那天呢，大胖媳妇也去他家了，他家当时是人手一个紫裤衩，人家也就热情的赠予了他一个，说那你也给俺家孩子添点好彩头。大胖媳妇也没明白这个考研和内裤有什么关系，但是稀里糊涂就套上了，穿了一天。结果那孩子考研成绩出来了，考得特别好，孩子这俩家长过去就开始复盘。你说咱家孩子叫刘芬婷，这个小外国人又是个加拿大人，加拿大人穿着紫裤衩助威芬婷，那不就是指定加分吗？指定加分吗？这事儿就传开了，说他这个指定零，尤其是媳妇叫彩铃，叫彩铃。这不现在今年高考快到了吗？我们现在就准备回铁岭了。现在就是预约的人太多了，火，而且人家长是真用心的，就张天一的家长还寄来了他们给大胖媳妇量身定做的绿旗袍，还特意叮嘱我要把旗袍开叉那个地方缝的2针虚针剪开，一定要出那种旗开得胜和指定能行交相辉映的那种感觉。就是现在预约的人太多了嘛，我一算这个人数，大胖媳妇站在考点门口都得中暑。但是家长们呢，真是一片苦心，红包都准备好了，就一定要给我呢，就只能给大胖媳妇准备个白板，每个学子啊举5分钟，每5分钟就得换个名。大胖媳妇说，哎，我这个算不算是就传说中的坑位费呀？坑位费呀！而且你说这么多家长，你拒绝谁都显得不公平，要不然就摇号吧。现在这个旗开得胜、指定能行、指定加分、指定能灵都全了，但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演练了也就10分钟吧，他就已经汗流浃背，浑身都湿透了。然后这个紫裤衩呢，就它质量太差了，那个色掉的哈，我就不给你们展示了，我只能跟你们说，大胖媳妇现在这个指定啊，它已经半永久了，半永久。今年考研考编还能用上。我说完了，你这去澡堂洗澡多丢人呢，这屁股这色儿指定不掉了。他说问题不大，明天回去搓一个大套，指定能掉，指定能掉。我婆婆的全家在加拿大集体中暑，情况不容乐观。我说咋的了呢？一问说加拿大今年夏天太热了，气温达到了26度，全家人暑中的五花八门。我的公公布莱恩热的好几天不能排尿，就是太阳能让他实现了零排放，不能上班了。我的大姑子玛丽莎被热的内分泌完全紊乱，大姨妈已经持续了19天不走。现在情况最乐观的是小姑子妮蔻，但是也已经请假1个礼拜不能上班了。现在他们那一片哈很惨呢，就是很多养老用的老人房门口的小牌子一个接一个的立了起来，就写着此房出售，因为很多老人都没挺过去。也就是说，这个街区一到夏天，3伏和3七不一定谁先来，不一定谁先来。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的室内没有空调。大家可能知道，温蒂在加拿大的工作呀，是在福利院带那些智力有缺陷的孩子。他们这个地方呢，就是落后的非常平等，即使是福利院这种地方，它也没有空调。但是为啥温蒂现在中暑的症状最轻呢？因为他天天带着孩子们去商场蹭空调、看电影、搭积木。其中一个患者呀，阿拉伯数字刚能数到5，但是女性视角电影《芭比》已经看了6遍，看了6遍。但是这些项目呢，温蒂不是很喜欢。他真想去商场蹭的呢是那些 SPA 店、美容店，还有空调，还给他去皱。但是呢，他的单位不给他批这个预算，因为别的活动像看电影啊、搭积木啊，你怎么说对智力的修复都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但是做脸修复的是青春，审核结果认为他不属于这些患者人生最首要的问题。完那天他给我打电话，看我在那做 SPA， 问我你是不是也去蹭空调？我们这儿都有空调，哪儿都有，不用蹭。我在美容院做脸有空调，我回家自己用雅萌护肤也有空调。但是我听完他们被热成这样这个事儿吧，刚开始我觉得有点好笑，后来我是有点焦虑。26度给热成这样，那这仨女的过2天来到41度的北京，能不能出机场啊？不得碰瓷儿啊！然后我一说，我说北京比那热多了，他们说没事儿，不可能有我们这热。大胖媳妇为了佐证中国有多热，给他们看了很多短视频，就咱们可能也刷着过，大马路上摊鸡蛋，车前盖上煎五花。看完之后问他妈你怎么想？温蒂说哎妈，中国人挺饿，中国人挺饿的，怎么搁哪不做饭呢？所以他们现在就根本就不能想象我们这儿能有多热，非常嚣张，要这个周游华夏，要去的省份多达20大几，覆盖了中国大半壁江山。但是因为咱们这个景点啊太多了，记得稍微有点杂，跟我说要去云南看兵马俑，去内蒙古看大熊猫，去海南岛看壮观黄河，去哈尔滨看乐山大佛，就是这么一个路线。还告诉我说这次预算开的挺高，大概准备了就8000到1万的人民币，问我这些地方是不是都能玩好。我说你们仨就是拖这个活着费劲的体质，非整那个特种兵式旅游，最后你们换景点基本就得靠全国各大医院转院。我就寻思这游的得多苦啊！我没吱声，但我准备到了地方告诉他，就是云南的兵马俑下班早，已经回家了。我就给他关酒店，开着空调，吃着西瓜，没美容。雅萌双蛋白美容仪我还真挺爱用，简单3滑，激活半脸的双蛋白，3种能量同时打进皮肤，每一滑都是在提亮皮肤紧致淡纹。我聊会儿天时间，半边脸就打上去了，主打一个高效淡纹，在家也能高效保养。但是我还是有心眼，我看他们这么抠，这么虚，还要玩的这么野，我真怕他有点啥事儿。我最近搁这研究意外险，我研究的明白。然后我这几个同事就听我唠嗑，说他们26度热的就不能排尿了。再一看北京这42度的天，就说温蒂这个保险钱他们请了，就一个小要求，就是这个受益人呢写
他们的面。温蒂听说之后特别感动，跟我说，就世界上总有那些好人，热情又慷慨，而且啥都不图，啥都不图。爹，你敢多喝热水。哎，你们知道咱们东北这种酒桌上的哲学式官方语言是怎么给一个外国人带偏的？就当时他回铁岭啊，要办婚礼嘛，那婚礼头2天不是有那种婚前宴请吗？我俩就拿个酒杯挨桌敬酒，然后就来到了一桌这个德高望重的长辈这儿，然后德高望重长辈中呢有个最德高望重的，他就开始就是讲话了。完我还跟我老公说，我说讲话这人叫韩宝宝，快叫韩宝宝。我老公说，他咋起名叫汉堡包呢？汉堡包呢？然后汉堡包就开始讲话了。我提一句啊，这个彩铃啊，来自这个铁岭。铁岭是喜剧的故乡。这叫什么来着？这杰米，对，杰米，哎，杰米呢，来自这个加拿大，白求恩的故乡。你们2个人呢，来自这个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啊，乃至不同的文化，这个呢是一种缘分。我们希望你们2个人呢，以后的日子里哈，在爱情上啊，在这个事业上，乃至在这个人生的发展上，从不同的角度，哎，这个不同的层面，方方面面的，哎，能够做到一个这个共同的扶持。结果我老公都听困了，问我这汉堡包说啥呢？我说让咱俩好好过。我老公说，那他这说了5分钟就这点内容，那他提白求恩干啥呀？我说白求恩让咱俩好好过。完他就问我说，这个汉堡包一直说这是什么意思？还有这个方方面面的，到底他在表达什么？我说这个属于水词儿，它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就是当你对你的稿子啊，你没有那么自信，就是你也准备的可能一般，你说但是你想表达你准备了，你这个气场它是属于就是撑牌面的话。它的作用呢，就是其实你啥也没说，但是显示出来呢，就是你就是这个方方面面的说了很多东西。然后2天之后我俩结婚嘛，就办婚礼之前，他背他那个稿背了1个礼拜，因为我妈是就场面人，一定要让他把话这个方方面面的都说全。结果结婚的时候，我走到台中央，他把我接过来了，就到他讲话的时候了，就这点词儿背的就吭哧瘪肚的，哎呦我的妈，老费劲了。本来他都放弃了，兜里有稿，要把这稿从兜里拿出来，要照稿念，稿都已经放在面前了，突然间人家灵机一动，啪稿撇了。面朝着满堂宾客就开始了。今天有这个鱼，有鸡，还有这个肉，希望大家今天能够这个吃好啊，玩好啊，乃至喝好。然后我和彩玲呢，就是这个方方面面的啊，白求恩让咱俩好好过。